早上繁忙时段的汤东线 MRT 被迫紧急疏散，原因竟是乘客背包里的充电宝突发自燃。这并非偶然。SCDF 数据显示，过去5年，全岛已发生58起类似火患。当随身充电设备在密闭车厢频频起火，这已成为本地公共交通的新隐患。今天，我们从这起事故切入，看看从 CAAS 航空禁令到未来的地铁监管，当局如何收紧安全规定，普通乘客又该如何避险。除了汤东线事故，今年3月，海军部地铁站也发生过充电宝自燃，一名乘客在灭火时手部不幸烧伤。把时间线拉长，来福士坊、丹戎、八格等主要转换站也曾出现类似险情，频繁的冒烟起火，说明问题已呈现出明显的趋势。面对常态化隐患，当局已经开始行动。今年4月，新加坡民航局 CAAS 对离境航班实施了更严格的充电宝限制。了解相关规定的朋友都知道，严禁托运、限制容量是全球航空业的铁律。但现实是，当我们把目光从3万尺高空拉回每天承载几百万人次通勤的地铁网络时，这里的安全门槛却长期处于模糊地带。5年58起火患和不断出现的轻伤事故，正促使本地的城市管理体系从被动的事后应对转向主动的全面监管。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这些充电宝频繁自燃？要理解地铁监管为何必须收紧，得先搞清楚包里的充电宝到底有多危险。科学界对锂电池起火有个专业名词叫热失控。简单来说，当充电宝内部短路、受挤压或电芯老化时，温度会在几秒内飙升到150度甚至更高，引发无法逆转的化学反应。更棘手的是，锂电池燃烧不依赖外部氧气，自身反应就会持续产氧，并释放刺鼻的有毒烟雾。这也是为什么充电宝在密闭的 MRT 车厢烧起来，火势极难瞬间扑灭，浓烟还会迅速引发人群恐慌和呼吸道损伤。为什么有的充电宝用几年都没事，有的却突然自燃？核心差距在于保护机制。参考周边地区的抽检案例发现，很多在电商平台上售价极低，号称大容量却没有品牌背书的杂牌产品，为了压低成本，往往直接移除了内部重要的短路保护电路和温控芯片。为了省钱买下这些劣质品，等于切断了安全防线。在日常通勤的晃动环境中，它们随时可能因微小破损走向热失控。既然风险这么高，新加坡政府接下来打算怎么管？面对日益增加的风险，针对消费电子产品的安全规范正在本地收紧。除了民航局的航空禁令，更深层的市场监管也在酝酿。目前，新加坡启发局 Enterprise SG 正在评估，计划将充电宝等含高风险锂电池的便携设备正式纳入消费品安全规格条例管辖范围。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最直观的影响是，未来在本地合法渠道购买的充电宝，大概率必须像家里的插座、吹风机一样，印有大家熟悉的蓝色 Safety Mark 标志。这个标志意味着产品通过了严格的第三方测试，具备过充保护、短路保护及外壳阻燃能力。新规一旦全面落地，那些依靠廉价销售的劣质组装货将被清退出本地零售渠道。客观来讲，一分钱一分货，合规测试的成本最终会反映在零售价上。未来我们在本地买充电宝大概率会变贵，但这恰恰是城市管理中必须做出的取舍。当个人消费品的故障率已威胁到高密度公共交通系统时，通过立法提高准入门槛，用适度的价格上涨换取整体公共空间的安全，是非常务实且必然的政策走向。不过政策落地还需要时间。明天的通勤路上，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这里有2套重要的日常避险方法，建议大家记牢。第一套是针对设备本身的预防。今天回家后，请立刻检查正在使用的充电宝。如果外壳出现轻微鼓包，或正常充电时表面烫得无法长时间握持，请立刻停用，并把它送到指定的电子垃圾回收箱。鼓包意味着电池内部已产生气体，这是热失控最危险的前兆，千万别抱侥幸心理。第二套方法是，万一你在地铁车厢里遇到别人的充电宝起火冒烟时的正确应对方式。记住2件事，绝对不要用脚踩，
也绝对不要盲目拿随身带的水去泼。踩踏会导致高温电池外壳瞬间破裂，内部化学物质剧烈反应，甚至引发爆炸。而少量的水根本无法带走热失控产生的核心高温。作为乘客，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按下车门旁的紧急通讯按钮，也就是 Emergency Communication Button， 通知工作人员。SMRT 和新捷运的员工都受过专业消防培训，列车上也配备了灭火器。在工作人员处理的同时，你需要迅速用衣物捂住口鼻，避免吸入有毒烟雾，并立刻向相邻车厢转移，拉开物理距离，等待列车在最近的站点停靠并疏散。在密闭空间里，有序撤离永远比盲目救火更重要。充电宝确实解决了现代人的手机电量问题，但这种便利不应以牺牲公共交通系统的安全为代价。从航空禁令到即将到来的地铁监管，新加坡政府正在努力完善安全规范。但在更严格的强制认证全面落地前，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要为自己的出行安全负责。拒绝购买没有安全保障的劣质产品，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每天和你一起搭 MRT 的无数乘客负责。今天看完视频后，不妨去检查一下你包里的充电宝，看看有没有相关的安全认证。另外，我也很好奇，大家在购买这类电子产品时，最看重的是价格、容量还是安全性？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看法。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帮助，或者想了解更多关于新加坡本地热点事件的客观梳理与理性分析，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每一期更新。我们下期视频再见。